普京顶不住了，又在战场上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。9月9日的时候，乌军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俄军使用铝热剂的画面。使用这种极其不人道的大规模燃烧武器，只能说凸显了俄军疲惫的现状。俄罗斯认为美国第一，我第二，一直以账面数据力压群雄，结果拉到真正战场上立刻就趴窝了。在战场上，俄军可谓是受尽挫折，不止一次使用这种大规模燃烧武器来阻挡乌军前进的脚步。与之前爆出的白磷弹不同，俄军这次使用的是铝热剂。那么，这种铝热剂能起到什么作用？与白磷弹有什么区别？俄军这次使用的铝热剂应该是 9M22S 引燃式火箭弹。一般使用 BM21 冰雹火箭炮发射，弹头是 9N510， 重65公斤，里面有180个六角棱柱的子弹药，子弹药装的就是铝热剂。当 9M22S 燃烧弹被引爆时，这180个子弹药就会被点燃并且发射出去，然后在6400平方米，也就是80米乘80米的区域内燃烧。铝热剂爆炸反应以后产生的热量可以瞬间穿透几厘米厚的钢板，温度大约在3000摄氏度左右，而炼钢炉的温度一般才2000度，而铁1539度就可以融化了，3000度基本上可以熔大部分金属了。人体在这样的温度下会瞬间气化。9M22S 火箭弹的每一个燃烧弹头都可以持续燃烧2分钟，这2分钟的时间可以让它融化它击中的目标。大范围的燃烧几乎不可能被人为扑灭，所以使用铝热剂燃烧弹一般都是对付敌方的坚固工事。一旦被这天女散花笼罩住了，钢筋都给你烧断，而且铝热剂还会和水反应发生2次爆炸。当然遇到铝热剂也不是没办法，刚落下的铝热剂燃烧弹不会马上燃烧，这就短短的几秒时间，就是扑灭铝热剂燃烧弹的最好时机。可以从弹尾方向用铁铲铲起，或用长柄钳子夹住，迅速丢到空地上，让它自己在那儿燃烧，用干燥的沙土掩埋，效果也不错。如果这种燃烧弹落在地板上或其他可燃物上，可以在燃烧弹旁的地板上倒上一层黄沙，然后将它移动到沙堆进行扑灭。扑灭铝热剂燃烧弹不能用少量的水浇，因为受高温气化会发生爆炸，但是用大量的水或浸没在水缸或水池里还是可以的。注意，这种方式只能用于实验室内，在战场上都是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落，就别想着灭了，赶紧找个遮挡物才是正道。就目前而言，比较知名的燃烧武器就是凝固汽油弹、白磷燃烧弹、铝热剂。其中白磷燃烧弹和铝热剂所产生的效果类似，但还是有区别的。铝热剂其实就是以铝粉为主要原料，跟其他难溶金属氧化物调配之后的产物，一般是铝粉和3氧化2铁粉末按1:2.95配成。铝热剂燃点较高，一般都是用煤引燃，特点就是可燃但不易燃，高温无毒。而白磷一般通过开采含磷矿石，然后经过一系列提纯处理得到。白磷的特点是易燃且有毒，燃点极低，40度，也就是自家洗澡水的温度。所以白磷暴露在空气就有可能发生自燃并引起爆炸。白磷燃烧时的释放温度最高在1000摄氏度左右，这个温度要融化金属物质没啥可能，但引燃建筑物和人体是足够了。而且白磷还有2个铝热剂没有的特性，燃烧会释放有毒气体5氧化二磷，人体大量吸入会中毒死亡。一般情况下15毫克白磷就能让人中毒，如果达到50毫克就会致人死亡。一旦被白磷灼伤，还会引发严重急性溶血性贫血，最终死于急性肾衰竭。而且白磷弹在燃烧的时候会消耗大量氧气，造成战场环境下的缺氧，对人体造成杀伤。所以铝热剂对建筑物和军事武器做到的毁伤效果更好更直接。白磷会释放大量有毒气体，对人体的杀伤效果比铝热剂更持久，不死也残。而且白磷可以作为烟雾弹，铝热剂不行。以美制155毫米 M825A1 炮弹和美制 M47A4 航弹为例，弹药结构相当简单，就弹壳、引信、抛射药和白磷，内部几乎90%以上都是作为燃烧弹所需要的燃料，投出去不会浪费任何东西。
白磷弹进入战场后，会从距离地面大约100米的高处引爆，这样杀伤面积最大。引爆的白磷弹会被炸成一片片的白磷燃料碎块，可以在密度很小的空气中燃烧。一旦开始燃烧，就极其难以被扑灭。沾到皮肤之后，可以直接燃烧到骨头。在建筑物内会被毒气烟雾熏死，就算是跳到水里也不行，只要是离开水面，沾染的白磷即刻恢复燃烧。而且白磷弹相较于铝热剂来说，附着能力强，白磷接触到人体皮肤，并不能像铝热剂可以直接甩掉，而是不停燃烧，这个过程阻止不了，只能选择让其燃烧殆尽。所以白磷弹这种武器被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明确规定，不允许在平民区或针对平民使用，而铝热剂没有被禁。白磷弹还能被用于烟雾弹或者照明弹，如果是这两种则不在禁用范围内，但也必须要遵守燃烧弹的使用规定，不能打着照明弹的名义使用白磷弹轰炸平民。注意，这个公约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签字，所以白磷弹也有可能出现在战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铝热剂燃烧弹不仅可以用来反装甲，还能够担任单兵作战武器，比如美国 MARK2 型手榴弹、俄罗斯的 ZMG1 型手榴弹等，甚至说还有人认为可以用它来炸航母。比如说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发明了一种叫做鹰弹的铝热剂炸弹，重达2.9吨，巨大的炸弹根本没办法携带，只能用4式重炮机背在背上，专门用来撞美国航母。而且为了装炸弹，将所有的自卫武器都拆除了，也是一种自杀兵器，或者说是神风特种队的升级版。理论上来说，这种鹰弹的威力还是不错的。这样的一架大型自杀机一旦爆炸，威力能波及到前方3公里、后方300米的舰船。可惜当时轰炸机的飞行速度与飞行高度都一般，鹰弹还没有见到航母就被巡逻的美国舰载战斗机一一击落。放到现在估计也是一样，不是做不出来，而是没必要。携带这种巨大的铝热剂炸弹会降低战机本身的性能，而且一枚 GDAM 炸弹就能做到的事情，何必再用铝热剂炸弹呢？所以目前各国基本没有列装铝热剂弹，这里特指200公斤以上的航弹。常规的燃烧武器主要是凝固汽油类的燃烧弹和空气燃料的温压弹。燃烧弹不用多说，温压弹在开阔地效果并不是很好，主要用于打击开阔地区的软目标以及封闭环境，比如坑道以及地下工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铝热剂和白磷弹哪个更强一点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